门卫惊悚夜。当兵的日子里，除了白天的操课，夜晚最折腾人的就是轮班站哨。我刚分发到这个营区没多久，就被安排担任大门守卫，这是一份既无聊又责任重大的工作。尤其当时附近营区才刚发生一起民众寻仇闯入械斗的事件，搞得大家神经绷紧，生怕我们这边也会遭遇类似的危机。那天晚上，我轮值安官、安全官，主要的任务是监控营区出入口，透过监视器观察情况，并记录来往的人员与车辆。同时，也要留意站哨弟兄的情况，确保没有人偷懒或发生异常状况。时间来到凌晨，一切都很平静，只有监视画面中门口的哨兵来回巡逻的身影。然而，就在此时，监视器画面突然被一道强光盖住了，像是一辆车打着远光灯朝我们的哨口直直驶来。那光刺眼的让整个画面变得模糊不清，我努力眯起眼睛想看清楚来者何人，但监视器的解析度有限，只能隐约看到灯光闪烁，却看不清车牌号码。靠，这是谁？深夜还有人开车过来？奇怪，怎么车灯这么亮？这种车头灯不是普通车种吧？哨兵也从岗哨内对我通报，报告安官。前方有不明车辆逼近，灯光强烈，看不清楚驾驶。一股不安的感觉浮现在我心头。深夜突然有车辆接近营区已经很反常，这种极端明亮的灯光更是让人觉得诡异。我当即下令通知其他弟兄，立刻全副武装待命，小心可能是可疑人士闯入。几分钟内，10多名弟兄全副武装赶到大门口，我们迅速摆好防御阵型，严阵以待。哨兵慢慢朝车辆走去，一边高声喝道：“来者何人？请立即停车并下车接受检查。”但那辆车根本没有人回应，车灯仍然耀眼地亮着，车身静静地停在原地，如同一头沉默的怪物盯着我们。哨兵壮着胆子上前，透过驾驶座的车窗向内窥探。报告，这车里没有人。我们全都愣住了。没人？不可能吧？我自己也赶紧凑上前查看，果然，驾驶座空无一人，副驾驶座也是空的，车内甚至连一点杂物都没有，看起来就像一辆全新的无人车。但这车灯还亮着，还发动着引擎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一名弟兄压低声音说：“该不会是什么自动驾驶的科技车吧？还是说有人故意恶作剧？”我们开始环顾四周，怀疑是不是有人躲在暗处远端操控这辆车。然而，营区外围是漆黑的山区，根本没有其他人影，唯一能听见的只有远方虫鸣与风声。先不管了，看看能不能把车熄火。于是，我试着拉开车门，发现门根本没锁。我深吸一口气，伸手进入车内，准备扭动钥匙关掉引擎，但就在这一刻，嗡！引擎声轰然提高，车子竟然自行倒退数公尺，仿佛有个看不见的驾驶正在操控它。靠北，这车自己会动。我们全都倒吸一口凉气，不知该不该继续接近它。而这时，车灯忽然一闪一灭，像是在暗示着什么，然后引擎声凭空消失，车灯也瞬间熄灭了。车子就这么停在路中央，静得可怕。这件事后，我们心里都有阴影，生怕某天站哨时会再见到那辆鬼车。结果，没想到几天后，真正的车祸事件发生了。那天，又是同样的时间，我正在监视器前记录当日的站哨情况。突然，画面中闪过一道熟悉的强光，一辆车高速朝大门冲来。快拦车！哨兵立刻反应，拉起巨马，所有人进入戒备状态。那辆车以极不正常的速度逼近营区，直到距离大门不到10公尺时，才猛然打滑，一头撞上了路边的防撞栏。我们冲上前查看，发现驾驶已经陷入昏迷，嘴角还流着白沫，浑身颤抖。有人大喊：“这人是不是吸毒了？”
我们立刻联系警方和救护单位，经过检测，确认驾驶吸食了违禁品，导致精神错乱，才会失控暴冲。当时若我们没有因为鬼车事件提高警戒，没有提早做好应对，这辆车极有可能直接冲进营区，甚至撞上正在执勤的哨兵。该不会之前的鬼车就是在警告我们这件事？想到这里，所有人都背脊发凉。有些事情也许没办法用常理解释，但我们都清楚，那几天的异象绝对不只是巧合。自那之后，每当深夜，我总会忍不住望向远方的黑暗里，仿佛仍能看到那双诡异的车灯闪烁着。它曾经出现过，也曾经消失，甚至可能还会再回来。故事就到这边，喜欢的话别忘了按赞、订阅，会持续创作出更多不可思议的故事。我们下次见。